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我们来看轮盘的概率啦。我很久没有做这个系列了，因为近期贝利皮的出现呢，刚好我2个账号都有去转轮盘，所以做了一个对比。那现在画面上你们所看到的转盘呢，是属于第一个账号，这个转盘是转满3天180转。那当然的，我也不会只是光给你们看这个画面而已，我同时也会分享这一次转盘的记录。也是为了证明我这个记录是真的没有造假，是完完全全看到荧幕上有什么我就记录什么。各位可以帮我顺便检查，那你们可以明显看到只有一次8颗头而已。虽然8颗雕像给的非常少，但是1颗的雕像就给的非常多，这边总共有56个。也就是说，如果不计算保底、半价还有免费的，在花了宝石转盘的情况下，我总共只有拿到64颗雕像而已。因为轮盘的次数我总共是玩了180次嘛，也就等于说这180次并不是每一次都会中到，甚至可以说每3次只有1次机会可以获得金头而已。那当然如果算上通用金头还是稍微多一点的，大概有82颗金头左右，如果算上通用的话。但是就算加起来的也就变成每2次你有1次机会可以获得而已。老实说，这个概率是真的有一点心寒了。为什么我会这一次特意去做这个影片呢？就是因为我发现到跟之前对比起来好像真的少了很多，但是只是光靠我们觉得是不可以的，我们还是要根据列表数据跟概率，所以我把这边的列表换算成概率还有数据之后给大家做个对比，以此证明说我并没有污蔑官方啊。 OK， 你们可以看画面左下角的那个列表，这边有明确的说出我到底获得了多少，我自身的概率还有官方所提供的概率。那你们可以明显看到第一项它就已经给少了很多。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只要它的概率比跟我相差并没有超过3%的话，其实也不算超过了概率。所以你们会看到官方啊，它不会给我们的概率相差值太远，都是会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你们不管怎样看都好，都会觉得很吃亏啊。像是第一个，你们可以看到它给我的概率只有 0.56， 但是它原本的概率应该有 2% 才对，也就等于说我在这180转里面，我一共应该要拿到4次8颗雕像，也就是说应该要拿到32颗雕像。 OK， 那么没有关系，我们先接着看下去，因为他给我的1颗雕像其实还蛮多的，反而1颗头的概率它提升了很多，多出了 7.56%。我额外获得了14颗1颗头的雕像，然后通用金头也是多出了一个 2%， 多出了4颗头。 OK， 那么我们就拿这多出的1颗头还有通用雕像来算起来，能不能补回去原本8颗头的损失。像我拿到8颗头的概率只有1次而已，变成我这里损失了24颗雕像，但是你们看到我这边拿到多的雕像只有16颗，等于说如果是根据官方的概率，它还是欠我8颗雕像。也就等于说不管官方怎样算都好，就算他是拿其他的雕像拉长补短补回去给我那个8颗雕像呢，也是没有办法弥补。所以如果是根据官方的概率来看，我应该要拿到73个贝利的雕像和14颗的通用雕像，但是我只有拿到63颗贝利的雕像而已。不过比较庆幸的地方是它其他东西终于改了，因为在以前呢，它下面那些东西概率其实都是蛮高的，超过他们正常范围。反而现在你们可以看到一些没有用的加速，比方说建筑加速还有一些材料之类的都逐渐减少了。但是我不懂各位肯不肯买单啊，因为确实金头少了。在我们看完了第一个账号之后，我们接着看第二个账号，但是我这个账号的概率明显就不一样了。那这个账号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账号，有可能官方会担心说，我会不会做像今天的影片这样子比较之前的概率跟现在的概率有没有差别。所以老实说，我这个账号的概率其实还比较漂亮一点最明显的就是第一天我就已经拿到了2个8颗雕像，而且仅仅是15转而已，就已经拿到了这么多雕像，可以直接召唤了。但这个也只是我猜测而已啊，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官方真的知道这个账号是我的，所以他才跟我的概率调得比较正常一点。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列表，我这里总共是拿到了3次8颗雕像。虽然我拿到的1颗雕像没有像刚刚那个账号这么多，前面刚刚所提的账号有56个左右，但是你们可以看对比官方的概率，其实我只是拿少2颗雕像而已。所以只是计算贝利的雕像，其实我只是拿少了2颗而已，然后通用雕像它是给少了我4颗，所以总共加起来就是少了6颗。少了6颗这个数量呢，其实是跟我刚刚那个账号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花的宝石比我更多。我这个账号因为最后宝石不够了，最后只有160
65转而已，不过严格来讲是差不多的啦。不过确实的，我这里看到的概率其实跟官方的概率真的没有相差特别远。我个人是还可以接受的，但是不管怎样说都好，毕竟还是少了6颗雕像，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满意的。但是其他物品概率比较高的地方呢，我就不太满意了。他给我好多食料哦，他的食料多出了8个。加速好像是5分钟加速，还有训练加速啊，给我多一点我是可以接受啦。还好他不是给我研究或者是建造加速，因为用宝石去换加速至少还不会这么亏，而且在转盘里面的加速其实有算是折扣了。但是他给到我这么多食料，其实我可以通过采集的方式去获得这么多的食料，我不希望我用宝石去购买食料啦。那在看完了我这一次的概率之后，我们对比一下之前官方到底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改进了。那我这边的列表是从2020年开始记录到现在2024年了，差不多4年时间了。不过在中间一段时间，因为我移民去西地主王国了，所以就很少会转盘。我一方面也是给你们看到变化，那你们可以看到在一开始我转5天幸选的时候，概率是真的很好的。反而官方给的雕像还有多出来，而没有少，而且那时候是真的很良心啊！你们可以发现到，他就连给的那些资源都特别少。所以在那个时期，它是拉高了金头获得的概率，但是拉低了资源获得的概率。直到第二个列表威廉1世的时候，还算是比较正常，资源拿到的数量会比较少，但是那时候拿到的雕像还算是比较多的。但是从第一排的第3跟第4个列表开始，居鲁士的转盘它给的资源就比较多了。直到项羽，也就是第一排第1个列表的时候，拿到的雕像还算是正常数量，而且还有多。直到2021年4月开始，就减少了我们金头获得的数量。之后你们看到的列表都是会缺少金头的。虽然那时候拿到的雕像会比较少了，但是你们可以发现到我拿到的8颗雕像其实数量还蛮多的，所以换算起来我拿到的概率还算比较好。最满意的时候就是在贞德的时期，我拿到的雕像是特别多的。再来最后2个列表就是今天所介绍贝利的转盘了。其实我在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去转盘，就连那时候出现霍去病，我转盘也是拿到10颗雕像之后就马上觉醒了。因为在后来我移民到西地主王国之后，我已经减少我的氪金量了，甚至有可能不氪金。在宝石不充足的情况下，我就只能拿到10颗头之后就马上觉醒了。但是从列表上面各位可以看到啦，其实官方一直以来都有缺金少两的问题。但是只要相差不太远，然后你拿到的数目可以填补回去，就比方说我这一次少了6颗头，我还可以接受，那我觉得是 OK 没有问题的。还有再看他给你额外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啦，如果他给你的全部都是一些资源的话，这样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就不值得了。如果是加速的话，其实还不算特别亏。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不过我还是再次声明了，这个转盘记录都是我个人的，不是每一个人的概率跟我一样。如果你们是真的担心官方给你的概率特别低的话，记得做记录，然后跟客服反馈。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